中国商务部8号发布公告，从11号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白兰地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同时，对于从欧盟进口的猪肉及猪副食品、乳制品等，中方正在依法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此外，中方正在研究提高进口大排量燃油车关税等措施。 今年8月底，商务部裁定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白兰地存在倾销。根据最新公告，自2024年10月11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需提供比率为30.6%到39.0%不等的保证金。据悉，受影响最大的是2个法国品牌，分别是路威敏轩集团旗下的轩尼诗和人头马，其进口商必须分别支付39.0%和38.1%的保证金，而宝乐利家集团旗下的马爹利的保证金 比例最低为30.6%，这些保证金将增加从欧盟进口白兰地的前期成本。分析认为，这些品牌的酒类销售价格将至少上涨20%，销量或将减少20%。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白兰地从业者此前多次呼吁中欧协商解决问题。上月中旬，法国西南部干邑产区的约800名人士和100辆拖拉机举行示威，要求法国政府将干邑白兰地作为优先事项，并呼吁要求欧盟推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进行投票。但令他们相当失望的是，法国在本月4号欧盟的相关投票中投下了赞成票。有干邑白兰地行业协会表示，这意味着法国政府牺牲了他们的利益。法国媒体担心，目前中方的临时反倾销措施仅为征收保证金，未来不排除升级，这或将导致法国白兰地被中国消费者抛弃。干邑白兰地是法国葡萄酒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4400家农场、120位专业蒸馏师和270家贸易公司，提供了1.5万个直接工作岗位和约7万个间接岗位。而中国市场占其出口的1/4，是多个知名品牌的最大海外市场。 实际上，在极端天气频发和国际贸易争端不断的情况下，法国白兰地产业目前状况堪忧，去年销量同比下滑22%，而中国市场此前仅下滑10%。在中方措施宣布后，宝乐利家股价下跌4.2%，人头马君度股价下跌8.7%，轩尼诗的所有者路威敏轩股价下跌4.9%。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8月底曾宣布暂缓该措施。当时消息公布后，法国酒商的股价迅速回弹，出现2位数的上涨。中国对欧盟的白兰地进口近年来呈现迅速上升的这样一个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2023年中国的白兰地进口额是17.5亿美元。那么我们从欧盟进口的白兰地基本上全部来自法国，所以呢，这次对欧盟白兰地的反倾销调查会对法国的白兰地企业产生很大的影响。同一天，商务部发言人还表示，关于对自欧盟进口的相关猪肉及猪副产品、乳制品等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目前中方正在依法开展调查，将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并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客观公正裁决。同时，中方正在研究提高进口大排量燃油车关税等措施。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产业和企业正当权益。在今年8月末的一次记者会上，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曾指出，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是典型的保护主义行为，不利于中欧汽车产业合作，不利于全球汽车产供链稳定，也不利于欧盟绿色转型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他表示，中方始终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此前有专家提出提高大排量燃油车关税具体建议，认为这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同时有利于汽车产业绿色转型。那么目前我们看到新一任的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呢采取了更加强势的态度，那么这种做法呢不利于经贸争端的解决。我们呢希望欧方能够尽快回到理性务实、合作对话解决争端的轨道。我们希望避免出现事实上的脱钩断链的现象，这会导致双方的利益受损。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8号到11号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会议，并对老挝、越南进行正式访问。 而在本次系列会议前夕，韩国总统尹锡悦对菲律宾展开国事访问，望议南海问题。日本首相石破茂宣称要提出亚洲版北约构想，东盟国家舆论对此感到警惕。8号，东盟外长会在老挝万象拉开本次系列会议的序幕。来自东盟成员国、对话伙伴及域外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国际组织等2000多名代表与会。今年的主题为东盟增强互联互通和韧性。
据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介绍，会议主题旨在应对东盟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分析指出，除了并不乐观的经济与金融环境外，东盟领导人还将面临化解缅甸危机、制定南海行为准则、解决区域经济及跨国犯罪等问题的考验。值得注意的是，东盟系列会议本是解决地区国家共同挑战的场合，但每次都会有一些与会方试图引入地缘政治竞争的议题。据日本媒体报道，该国新任首相石破茂在启程前就宣称要在出席会议期间提出亚洲版北约构想，但东盟国家舆论对此感到警惕。印尼主流媒体雅加达邮报刊文警告，东盟对所谓亚洲版北约的构想不感兴趣。该报直言，这样的构想对东盟来说是一种冒犯，参与这样的军事联盟只会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在8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了中国的东盟政策立场。他表示，中方期待同东盟等地区国家一道，凝聚共识，深化互信，加强合作，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携手维护地区秩序，巩固以东盟为中心、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架构，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打破小院高墙，让东亚成为合作共赢的大舞台。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参加东盟系列会议之前访问了菲律宾和新加坡，这也是韩国总统时隔13年再次访菲。7号，尹锡悦与菲总统马克思会谈，双方称同意加强国防合作，并将韩菲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韩菲还讨论了南海问题和朝鲜半岛局势。有分析认为，韩国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菲律宾也不是半岛问题当事方，双方就这些事情进行商讨，没有实际影响，但释放出跟随美国印太战略选边站队的政治信号。外界注意到，在尹锡悦之前，韩国总统几乎从不就南海问题表态。中国外交部此前曾回应表示，韩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有关做法无助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更不利于中韩关系发展。中方敦促韩方在南海问题上谨言慎行。上任不到1周，日本首相石破茂就因前石破派瞒报政治现金问题被检举，自民党黑金丑闻曾引发日本政坛大地震。虽然石破茂派系涉及金额很少，该派系也早就在2021年解散，但是3年后才遭到检举，且在石破茂刚刚出任首相之后引发关注。日本首相石破茂7号在官邸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确实存在相关问题，但属于事务性失误，今后将避免类似情况发生。石破茂曾领导一个名为水月会的派系。本月3号，也就是石破茂当选首相后的第3天，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向东京地方检察院提交检举信，对石破茂等人进行检举，指控水月会在2019年至2021年举办的政治集资宴会中，收支报告的收入部分少记了总数约8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8万元。石破茂被认为是自民党内的少数派。2015年，为与安倍晋三竞争自民党总裁，成立了自己的派系水月会，但始终缺乏号召力。在2020年的党总裁选举中败给菅义伟后，派阀所属议员接连退出，最后只剩下12人，派阀运营出现困难，2021年宣布解散。值得一提的是，瞒报政治现金，给自己的派系搞小金库，是自民党派阀政治多年来的痼疾。今年早些时候遭大规模检举而曝光一系列黑金丑闻，引发自民党内部大地震，党内所有派系解散。不过，日本舆论普遍认为，自民党派阀的解散不过是假装解散，派阀的核心根基实际上依然存在。不论派阀解散是真是假，自民党的支持率一路走低。石破茂9月底选上自民党总裁后，曾表示要挽回因此而受损的国民信心，但不到1周，他自己就遭人检举，令日本舆论哗然。很明显的呢，就是在选举时间，大家都没有讨论这个事情，但是呢，选举完以后，他坐上了这个首相的位置呢，就马上出现人家就攻击这个，那显然就是那个安倍啊、麻生派对他的不满意嘛，因为他们本来是支持那个高市早苗嘛，没有当选。最新的调查显示，石破茂内阁支持率为50.7%，为2002年以来最低的新任首相，低于2021年岸田内阁新成立时的55.7%，也低于菅义伟内阁当时的66.4%。一位匿名的日本前内阁部长认为，如果自民党在接下来的众议院选举中失去多数席位，石破茂则可能会被迫辞职。石破茂面临的棘手问题主要有3点：
除了自民党内部问题和劳动力减少的问题，民众更关注的是经济民生问题。例如，近期日本遭遇持续性米荒，哪里可以买到大米已成为日本多地民众热议的话题。一些政治人物将其归咎于外国游客大举涌入观光，吃光了日本的米，令民众感到匪夷所思。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10月8号公布的数据，日本人的实际工资较上年同期下降0.6%，而物价却在上涨。日本产经新闻对该国汽车产业的竞争力下降感到忧虑。在全球最大汽车市场中国，日系汽油车的吸引力下滑，电动车的优势尚未建立。而在半导体产业领域，日本有约1半的高端制造设备被中国企业购买。该报认为，半导体产业政策近年来受到美国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原本日本参与的东亚半导体产业链合作正在遭到人为的破坏。此外，近日中国股市大涨，带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股票和基金飙涨。有日本舆论呼吁石破茂要倾听股市声音。外界认为，石破茂在其首次施政演说中重提中日战略互惠，是对民意的积极回应。海关数据显示，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第2大出口对象国和最大进口来源国，且两国贸易实现了基本平衡，显示互补性很强。2023年，中日贸易总额3180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额1575.2亿美元，进口额1604.7亿美元。因为日本要真正解决它经济困境还是不可避免要跟中国要强化经贸互动，这是世界的这个第2跟第4大经济体嘛，之间就在这个同个区域嘛，所以说他既然强调稳定而且不是他两国的稳定，他是说这个区域的稳定嘛，来讲的话，经济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石破茂的对华态度颇为复杂。自2002年出任日本防卫相以来，石破茂从未参拜过靖国神社，还主张把甲级战犯从靖国神社中移出来。石破茂还曾指出，中日两国应建立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的合作体系，承认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的重要影响，还认为日方需要对过往向中国道歉。然而，石破茂在选举之前突然窜访台湾地区，与赖清德等人会面。有观察指出，虽然他的这一举动给选举做政治秀的意味很强，但对中日关系的伤害不可忽视。有分析认为，相较于右翼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早苗等人，石破茂是一位相对稳健的政治家，几乎不太可能在中日敏感问题上采取过于极端挑衅的做法。如果他能推动双方在经贸领域的深化合作，将促进中日关系进一步回暖。随着美国大选临近，哈里斯和特朗普纷纷前往关键州争取选民。上周六，马斯克坐私人飞机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竞选集会。这是马斯克首次和特朗普公开同台亮相，亲自拉票助阵。而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赢得21世纪和中国的经济竞争，但不应寻求爆发冲突。哈里斯在提到俄乌冲突的相关话题时称，他不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双边会晤，不会与之协商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解决方案。乌克兰必须对自己的未来拥有发言权。他称，要成功结束这场冲突，就必须让乌克兰参与其中，并遵守联合国宪章。哈里斯还拒绝直接回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否是真正的亲密盟友。当被问及哪个国家是美国最大的对手时，哈里斯回答说，伊朗是其中之一。Which foreign country do you consider to be our greatest adversary? I think there's an obvious one in mind, which is Iran. Iran has American blood on their hands. Okay, this attack on Israel, 200 ballistic missiles. What we need to do to ensure that Iran never achieves the ability to be a nuclear power, that is one of my highest priorities. 值得注意的是，哈里斯在这次专访中没有谈到他的对华政策。他在简短提及中国时表示，美国必须赢得21世纪与中国的经济竞争。First of all, we must win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with China. We must be able to compete and win. We should not seek conflict. 哈里斯表示，美国应保持与中国的沟通渠道畅通，特别是军事渠道，需要确保维持一个中国政策。但他同时称，美国要支持台湾发展所谓自卫能力，并采取措施确保所谓台湾海峡的自由。
哈里斯此番涉华言论与8月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的演讲相似，而在9月下旬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竞选活动中，他也再次强调要确保赢得21世纪竞争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另一方面，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近日进一步升级了针对移民的言论。7号，特朗普在接受一名电台主持人采访时声称，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现任美国副总统哈里斯通过他的移民政策让成千上万的杀人犯进入美国，并指责这些移民将坏基因输入美国。白宫发言人卡里纳让皮埃尔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谴责了特朗普卑鄙、令人不安、充满仇恨的言论，并说这些言论在我们国家没有立足之地。此外，全球首富马斯克近期因为全力支持特朗普参选而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上周六，工作日程极为繁忙的马斯克乘坐私人飞机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宾州小城巴特勒的竞选集会。这是此次大选中马斯克首次与前总统特朗普公开同台亮相，亲自为后者下个月的总统大选拉票助阵。马斯克走上装有防弹玻璃的演讲台，与特朗普拥抱致意，戴上了有竞选口号的黑色帽子，呼吁共和党选民站出来投票。在后者演讲的时候，马斯克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之情，兴奋地在台上跳来跳去。这个颇具喜感的场面很快就成为了社交网上的热图。10月8号，马斯克更是接受媒体专访，大谈特谈自己对特朗普的支持。当被问及如果特朗普败选会发生什么，马斯克甚至大笑着说：“如果他输了，我就完了。” He loses, man. What? I'm You're fucked, dude. I'm fucked. If he loses, I'm fucked. 在采访中，马斯克甚至嘲讽哈里斯是傀儡，根本没人费心去暗杀他。Like nobody's even bothering to try to kill Kamala because it's pointless. What do you achieve? Nothing. No, it's totally Just find right. another puppet.